我对他的付出，他总是不接受，总觉得是我对他的施舍。在一起这么久了，他还是不愿意敞开心扉。他总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从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从来不考虑我怎么想。对于我们的感情，他总是一拖再拖，我总是小心翼翼变着法子的照顾他。我受过伤，不想再经历那样的痛苦。他喜怒无常，想一出是一出，每次都是事后诸葛亮。我想和他做一些未来的规划，他总是推辞。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刘先生23岁，来自河北厨师，有请小刘，有请。程女士27岁，来自河南销售，有请程女士，有请。中餐西餐呀？中餐就是正常的咱们家常菜啊。怎么了？说说吧。就是我们在一起半年多了嘛，这半年每一天我都感觉都是我在付出，没有给我任何准确的回应，并且就是说为他做一些事儿的话，他还会拒绝我。我感觉我把你当成一家人，他并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看。然后前2天还给我发微信嘛，就是说他不想再耽误我了。就分手呗。是这意思吧？对。所以今天你来其实是求复合的，对吧？对，我不想让他走。两位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在那个微信聊天上认识。然后聊了多久你们好了呢？2个礼拜吧。那是够快啊。那彼此都了解对方的这个生活经历啊，怎么着都了解吗？就是感觉呢，彼此之间的一些就是说情感经历挺相似的。你是一个什么情感经历？怎么就相似了呢？我呢就是离过婚，然后现在带着一个孩子。孩子多大？孩子今年6岁了。哇，男孩女孩？男孩。哇，不容易啊，妈妈不容易啊，一个人带一个6岁的孩子，真的不容易，真的挺棒的啊。我呢就说这个孩子呢，2年前那时候就是，我不好意思主任啊。没事。就是那时候我跟前夫分居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离婚嘛。那时候孩子突然查出就是有那个生命综合症。就那个时候就是特别难，我前夫还有家人，他们也不管也不来看孩子。那个时候就是孩子已经在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了，他们都没有来看呀，我求他们，他们都不来。现在孩子过来了是吧？现在孩子好点了，但是总复发。一个妈妈带着孩子不容易，她其实回忆是说，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前夫和夫家人都没有给予充分的关照。对，我现在就是特别恨我的前夫，我现在特别恨他，都是因为孩子这个事儿。不容易。你23岁怎么着？你也离也有个孩子，经历相似。我没结过婚，就是说之前也搞过一个对象在一起时间也挺长，2年嘛。就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就是我俩在一起，他跟别人暧昧，在我发现以后还有第2次、第3次。就是你是属于那个被女生伤了的是吧？对，对我打击特别大。你们俩所谓的这个情感相似，是我们曾经都在情感当中被另一半伤过，是这意思吗？对。所以在一起了，那就好好在一起接触着呗。你这些经历他知道吗？都知道。都知道。对。他也都接受，都接纳。是的，我们之前都说清楚了。那不这都没事。那就好好谈呗。怎么就后面出现了这个情况了？就是我在饭店上班，不忙的情况下，我就会去上医院看他的小孩不是挺好吗？就是感觉小孩挺可爱的。我就是有跟他提过，我说我想做孩子干爹，就我想把他当亲生的一样看待，就我想照顾他们母子。但是他给我的反应就是说，不同意，让我以后少去那儿。担心嘛，是吧？是担心，对。但是吧，你说我们总归有自己个人的时间吧，对不对？你该陪我的时候你可以陪我，但是你不能总黏着我呀。就比如说我不上班的时候在家要待着啊，他就一直跟我待着，我不说让他回去的晚上，他就不回去，因为那时候我是跟我室友我俩合作。你要不接他回去，他在哪儿坐着，哪怕你让他坐1宿，他在哪儿坐着。那我只是想坐在你身边陪陪你，毕竟现在都是说你这个事儿这么多，压力这么大，我就只想陪陪你，我想替你分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有能力，我可以照顾我自己呀。我不是说什么事什么你非要天天陪着我，你可以就是干什么你干什么，正常的我们该谈恋爱啥的都行。我们之前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嘛，也说过不结婚，
我们先谈恋爱。对，你先把恋爱谈清楚再结婚，这是对的。对呀，当时我们都这么商量好的，也这么来的。但是他呢，有的时候就是特别黏，我就是受不了。就比如说我要出差啊，他就一直给你打电话，要么发微信开视频，你不接都不行，就一个劲发。那件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有一次他出差，我给他打电话，一天我打个6、7个电话，我担心他，我怕他出去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放心，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要不就随便编个理由都挂了。那我不是忙吗？我要不忙，我不就回你电话了吗？那后来呢？我寻思我都是，哎，我不联系你了，我看你会不会主动联系我啊？然后这一试可好，2个礼拜没联系过我。我不是不联系他，有的时候就说工作有压力啊，或者是啥的，就是不太想说太多，因为刚谈恋爱没多久，就是说感觉不太了解，而且他这个人吧，就有时候就是不太愿意跟你交心。对，有什么话他不跟你说。那我不就是这样人吗？不是说你是不是？我就想跟你说，你就情侣之间对不对？咱们多交流，是不是可以促进感情？我觉得挺好的呀。是。但是他就不那样，阴晴不定的，有时候特别暴躁，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看，就是上一次啊，半夜我突然发高烧嘛，我室友就直接送我上医院了，我没告诉他。第2天他来了啊，就直接当着我的面把我买给他的手机直接给摔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件事儿？是这样的，主任，就是说他当时有病嘛，他没跟我说这件事，根本就是后来我一个劲儿的问他这个事儿，他才跟我说。怕你担心吗？理解。但是我们俩毕竟就是说搞对象，男女朋友关系。怎么了呢？我担心他，最起码你跟我说一声，就是说说完夜以后你跟我说一声，或者说去之前你跟我也说一声，你不能不告诉我，你这样让我很没安全感。那你当时刷完了干嘛没到半小时就修手机呀？你修它干啥呀？有必要吗？手机里不都是咱俩刚认识的时候的微信聊天记录什么的吗？我都留着，那都不作为回忆。你摔手机是干嘛呢？当时生气嘛。气啥呀？他生着病照顾病人不就得了吗？没通知你就是为你好，怕你操心吗？这不事儿很简单吗？我就这样，就是一到生气的时候，我就明明知道这件事这么做不对，但是控制不住我自己。那是挺让他害怕的。主持人，你说他摔完了就拉倒了是吧？哎，更搞笑，你这是干嘛吗？我给你钱。然后你再去假装你有你的钱给我买一个，再送给我，你是不是神经病吧这样？我不知道在想什么呢。当时我摔完以后，我知道自己错了，挺愧疚的，因为那手机是当时我过生日他给我买的我就寻思我再给他钱，我让他再给我买一个。当时你自己去买一个不就完了吗？那不是我自己买的吗？我想让他给我去买嘛。你不是给人摔了吗？当时不是生气吗？控制不住吗？你这孩子啊！我自己寻思后来这事我都觉得好笑。你说摔一回就算了，每回生气他总这么干，他是哄你了，要么给你道歉了，你要不搭理他，哎，又开始发火了，又开始摔东西，总是反复的，我搞不懂他在想怎么样。但是我感觉都是说我这样可能是小时候发生点事儿造成的，我也不想这样啊。这次下定决心分手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不是厨师吗？现在吗？我呢之前也开过早点铺我寻思就说我俩，哎呀，合整个店儿，完了卖个早餐啥的，或开个小饭店也行啊，对吧？天天能在一块儿了，生活工作2不误，哎，挺好。这下子倒好，人家不愿意，我不知道他在想啥呢。他不是说天天愿意想跟我在一起吗？对吧？他想照我自己说的。我就是觉得现在我们俩的感情都是说特别脆弱就是我想以这个感情为大事儿，就是开店的事可以往后推一推。看主持人一说到这儿，他就是往后推。你只要跟他说就说长久的打算，或者说以后怎么样，或者2个人在一起什么结果，从来不正面回答，要么就是含糊，就再说，哎呀推辞，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我都感觉都是我俩不会有什么未来。本来你说我就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本来我这个心里这个阴影我还没有走出来，我也不想耽误他。现在还看你儿子吗？看。对儿子怎么样？挺好的。他有时候就是给孩子买衣服呀。如果孩子就是来这边的时候，来唐山嘛，他就是总去看孩子，带他去玩啊，怎么样都反正。那就孩子还不在你们身边是吧？不在，我妈在老家帮我带着呢。所以其实他跟孩子也没在一起生活过是吧？只是看。没有，就是这意思吧？对。这为什么不啊？他提的方案不就让你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的方案吗？我认为现在。就是没有认为啊，这不是踏踏实实在一起吗？这方案不是挺好的吗？你可以直接的面对嘛，就是咱们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坦诚呢？我这人都这样，我很少跟别人交心，就是身边朋友也很少，我几乎不会跟任何人说我心里话。那这个人好像跟那些朋友不一样，对吧？对，
我真的特别喜欢她。不是，知道你喜欢她呀。现在这位女士不是说了吗？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对吧？我们俩能不能在一起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了？问你呢？能不就人家提出了开早点摊这个方案吗？你愿不愿意吗？愿意，但是就是说我现在经济基础不允许嘛。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你说我没钱开店，我只有这个手艺，我没钱，为什么不说呢？毕竟我是男人，就是。你这想法还真是。他说这个事儿，我还有个事儿，就是去年双11的时候，我不想买个吸尘器嘛，打折挺合适啊。然后我说你帮我抢，我没时间嘛。后来他没抢着，原价又去买了一个新的给我拿回来，还告诉我说是哎打折买的，还挺高兴。后来我知道啊，人家是原价买的，你说我生气呗？说他还不乐意，不高兴。崩面嘛。对啊，因为从这个事之后，有什么事我就不敢不让他给我帮忙。是这样，就是他几乎很少让我帮他忙。我感觉他就要一个吸尘器没买到，我就想去再花原价再买一个，我想让他开心，我不想让他就是认为找我帮忙我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吧都是从小，父母都去世了，在孤儿院待过3年吧。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朋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特别孤独。但是我在外人，尤其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想告诉他我有多喜欢他，我想向他表达我的存在感。所以说就是他让我帮忙，我要极力办到。有什么事儿我都想自己承担，我不想跟他说。那你有时候你没有感觉你是在帮倒忙？就算是帮倒忙也好，我也想是帮你，我想照顾你。我不想这一辈子都是自己一个人，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人。没有啊，世界还很大呀，但是还很年轻啊。但是我不想再都是一遍一遍的为这个所谓的感情再受伤了。你认定了他是吗？我去想和他在一起，可是他的方式你又不接受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矛盾和冲突。现在我能够彻底明白什么叫经历相同其实是指心路历程相同。对，两个在心里面都特别孤独，两个人在心里面都不太相信人的一对恋人，当他们面对爱情要深入的时候，对，我也渴望爱情，但是我又害怕。所以我现在才明白嘛，我说他说完身世，我才真实的懂，是原来两个人都害怕对另外一个人敞开自己的心扉嘛，因为害怕敞开之后又受伤嘛。往前进，害怕被火烫着；往外走，害怕被冰水泼到，冷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说真心话，此刻真的内心很沉重。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好女人，这是一个好妈妈。但是由于她在婚姻中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你刚才自己也说了，其实你内心是害怕爱情的，也是害怕婚姻的，并不是指你，它是指所有。所以他对任何事情他会极度的敏感，甚至他还有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他的内心有防备的心，又有戒备的线，你走不出自己。但是这一个男生，他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走进你的内心，走进你的生活。但是由于这样的身世，又导致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但是他懂谁对他好，他应该去追求谁。他是从内心真的断定，这是个好女人。对。但是他真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去追求你。你去看有一些解读，比如说医院摔手机，在我眼里这是一种深度的自责。自责什么？他认为你是他的恋人，但是他认为你们都没有把我当自己人，他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以这样摔东西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男生，我想和你说，我们人是情感动物，是情绪动物，但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另外，开早餐店，他认为男人就是顶天立地的，就是你的肩膀。但是开这个早餐店，他拿不出1分钱，
要用你的钱，所以他以其他的理由来阻止合作开早餐店，这是他的无奈。因为他最怕的是你看不起他，他努力的、奋不顾身的想走进你的内心世界、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他处处都会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当中必然会犯错。我们可能有时候看不懂，这个男生怎么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爱呢？但是如果你和他的身世结合在一起，和他的成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或许也会豁然开朗。所以我建议你好好思考，好吗？好，谢谢包红兄。两个人面对的一个困境是心有余力不足。在于老师讲述这段评论当中，我自己都在打架。我有2种结论，一种结论，我觉得他们2个人就还是没有爱上。正是因为2个人都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你们把同病相怜幻化成了一种爱情的感觉。网友嘛，彼此同情的那种感觉就以为是爱了，然后当面对现实之后发现其实每个人生活都很难。你们2个人就像2只刺猬，2只刺猬在一起会怎么样？会刺伤对方。刺猬是用刺来保护自己柔软的身体，但是如果2只刺猬在一起的话，不把刺卸下的话，那扎伤的就是对方。所以如果很感性的去讲，爱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奇怪到你可以为了他摘下你身上的刺，放下所有的防备，但你们2个人恰恰都没有放下防备。所以我想，是不是还没有爱上？或许吧。但是还有另外的，我又自己打破自己的这种的想法，我觉得男生可能是爱上女生了，不会表达爱，但是女生因为读惯了，你恰恰是最需要跟着感觉走的人。如果感觉不到的话，你所有全都不对，他做什么都入不了你的眼。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人到现在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就冷静下来思考，你们到底是同病相怜，还是那个爱的感觉到了？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男孩可能是基于自己的身世吧，你特别想扮演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才会发生以上的情况，就是当女生生病的时候，居然你不在身边。当你想用各种方法去扮演一个我是无所不能的人的时候，居然他2周都可以不联系你，让你觉得情绪马上失控，你不能理解。但其实你想想看，你所做的是他需要的，他需要人去同情吗？他需要人去可怜吗？不，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对他不设防的人，真正可以彼此信任的这个男人。能力不见得一定要有多高，但是他要敞开心扉。但是你没有，你没有把心交给他，以至于他想创业的时候，你总是模棱两可，而且说到以后的打算的时候，你也不置可否。你没有交心，你做的都是表面工作，你没有真正懂这个女人。而这个男人是否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呢？我猜未必，你还在观察。你们现在没有谈婚论嫁吧？就是在恋爱吧？那就放轻松吧。他不见得不是你想找的那个人，只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去加深了解。你放轻松，你也要放轻松。我觉得慢慢去磨合这件事儿不一定不好，放轻松去谈恋爱吧。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小伙，如果你们分手了，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可能背叛、是我不爱、没有爱过，你能接受哪一种？背叛啊，就是说，如果非要在刚才你列举这个3个选项中，我宁愿选背叛。为什么宁愿选背叛？可是他没有背叛啊，事实是，我宁愿他爱过我。所以，我想，即使是分手的话，在你们这段关系的分手的时候，你要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不是我们跟他说，是你对他的真实感受，有没有爱，爱过多深，为什么要分开？
是坦诚的跟他分手，这是他能接受的。我相信他能接受，对吧？今天不接受，明天也得接受，你得面对生活嘛。所以我劝你一句吧，面对现实吧，小伙子。这个姐姐很喜欢你，也喜欢过你，但是这个姐姐觉得跟你在一起生活，她会觉得无靠。你其实现在需要一个特别轻松的恋爱，因为你还小。你是不是应该在你生命当中去做一些你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对吗，兄弟？不做一个最好的厨师，也许你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你能做得很好。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现场，真的能帮到他的，让他正确面对的只有你。你把你对他的所有真实情感说给他，远远超过我们说的所有的话。你需要有力量，这个时候你更需要坚强，好吗？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知道之前我做的有些事儿特别激动，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但是我以后会改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我知道现在我的经济水平可能不足以照顾你，但是我会努力的。我是真的很想给你一个家，我是真的很想照顾你，我不想再让你受到以前那样的打击。我觉得我以前就是爱过你，但是现在我不敢再爱了。我感觉我们俩在一块觉得太沉重了，就像刚才主持人，我可以把话说完吗？可以，你可以，给你破一次例，你说。谢谢你。你说。就像刚才说的呀，我们俩就好像两只刺猬一样，在互相的伤害。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能陪他走多远。就是我之前也下定过决心想陪他，但是真的说在一块儿，我觉得现实就是现实，不是像谈恋爱童话中那样。明白了，我给你翻译一句这话啊。我无法给你陪伴你一生的承诺，与其我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承诺，不如我现在就放开你，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感情，是这意思吗？对。好嘞，谢谢两位，请回。哎呀，看着他们，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我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就是他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归宿，但是你又明白，你的经历不能够成为你在爱情当中要求别人的一个，对，那只是你的个人经历。真爱你的人会全部接受，不爱你的人他有权利去拒。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想对他说，我会努力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啊，我也不会放弃，我想好好照顾你。其实我并不是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做事特别极端，我就是我自己的时候什么都可以，但是跟别人在一起，我就是想让他们因为我变得更好。就像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想成为他的依靠，我想好好照顾他。理解了。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大英雄，能够拯救世界，拯救所有的人。等我们到了成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小的梦想，就是如果我们能照顾好身边人，大概一辈子就够了。后来年龄又大了，我们又有一个特别大的梦想，这个梦想是我能不能把一个垂垂老矣的自己照顾得好，不给别人添麻烦。对。所以说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你总是要面临不同的任务。我祝你能够顺利地完成人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一个爱你并且你爱的，愿意照顾你一辈子，你也愿意照顾她一辈子的女孩。
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谢谢你，秦晖。